夜幕笼罩德国沃斯堡的跑道，远处传来低沉的轰鸣，探照灯的光线扫过云层，一道银色巨影缓缓升起。它的翼展比波音747还宽，发动机多达10台，尾部气流像撕开的暴风，震得地面都在微微颤动。那是20世纪最庞大的飞行器之一，一架没有真正参战，却改变了战争逻辑的轰炸机。它的名字听起来像在祈祷 ，B-36 和平缔造者。可这个名字本身就像一场讽刺，因为它的使命不是带来和平，而是用核威慑让世界学会恐惧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美国要在喷气时代的门口造出这样一头钢铁怪物？它究竟凭什么在冷战初期撑起了整个核打击体系？而它的存在又是如何在无声之中改变世界的战略平衡？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那架能从德州起飞，飞到莫斯科，再飞回来的巨鸟 B-36 Peacemaker， 冷战核威慑的起点。故事要从1941年说起。那一年，美国还未正式参战，但欧洲战场已经燃成火海。美国军方突然意识到一个可怕的可能：如果英国被纳粹占领，我们该从哪里起飞去轰炸德国？他们算了一笔账，从北美大陆出发，越过大西洋，飞到柏林，再原路返回，至少要16000公里的航程，还得能携带超过4吨的炸弹。这就是后来那份传奇文件的开头——美国陆军航空军的远程轰炸机需求书。在纸面上，它几乎是想象。要知道，当时美国最先进的 B-29超级堡垒航程还不到一半，但康维尔公司，一个位于圣地亚哥的小型制造商，却接下了这份任务，并给出了一个前所未见的设计草图：一架翼展超过70米、能飞越大陆的空中巨舰。它的设计代号叫 XB-36， 机翼像2扇伸展的钢铁之门，尾翼高得像2层楼。如果按计划完成，它将是史上第一架能从美国本土直达欧洲的轰炸机。然而战争结束得太快，当第一架原型机还在试验场拼装时，德国就已经投降， XB-36 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，项目几乎被废弃。但就在几年后，冷战开始了，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，美苏对立迅速升级。五角大楼意识到他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武器，一架能从美国本土起飞，在不经过任何盟国领空的前提下，把原子弹直接送进莫斯科心脏的飞机。于是尘封的 XB-36 计划被重新起风，它被赋予一个新的使命，不再是为了轰炸德国，而是为了维持世界的平衡。1946年8月8日，德国沃斯堡基地，一架银色怪物滑上跑道。那一刻，所有在场的试飞员都屏住了呼吸。它的机翼足足有70米，比波音747还宽整整1节，机身全长49米，尾翼高出地面3层楼，光是主起落架的轮胎就比人还高。当它缓缓加速，地面像在颤抖。6台庞大的普惠 R4360 黄蜂大王活塞发动机同时启动，声音像远处的雷暴。这6台发动机有个特别之处，它们不像传统轰炸机那样拉着飞机飞，而是安装在机翼后缘，用推力把飞机往前推。这种布局被称为推式螺旋桨，能减少气流干扰，提高升力效率，但也带来了新的麻烦。螺旋桨卷起的尾流会让机翼后方的空气像漩涡一样翻滚。飞行员形容那种感觉就像在暴风眼中开飞机。后来康维尔给它加了4台喷气发动机，分装在机翼外侧。于是这架怪物成了人类史上唯一的6推4喷混合动力轰炸机。在美国空军的行话里， B-36 有个俏皮的外号 Six Turning for Burning， 意思是6个螺旋桨在转，4个喷气管在烧。一句话概括了它混合动力的疯狂设计。虽然听起来像笑话，但这套动力配置确实解决了关键问题。活塞发动机负责长航程的巡航效率，喷气发动机负责起飞和高空加速，这让 B-36 拥有了惊人的性能，最大航程超过16000公里，实用升限15000米，滞空时间超过30小时。在那个年代，这几乎是跨星球级的指标。一架 B-36 可以从德国起飞，经北极进入苏联上空，再直接返回，不必加油。那是世界上第一架真正意义上的洲际轰炸机。高空的阳光刺眼， B-36 的机舱像一艘漂浮在平流层的潜艇，
空气稀薄，温度低到结霜，机组成员戴着氧气面罩，靠浓咖啡和噪声共处30个小时。他们不是去轰炸某个战场，而是执行一种更沉默的任务，维持世界的平衡。那是核武刚诞生的年代，美国已经拥有原子弹，但没有洲际导弹。要把那枚几吨重的核弹送进敌国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靠一架飞机飞过去。于是 B-36 成了核时代的投送者，它能携带早期的 MiG-17氢弹，这是当时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之一，长7米，重达20吨，几乎等于一辆公交车。当 B-36 的机腹舱门缓缓打开，地勤人员用牵引车把那枚庞然巨弹推入，那一刻，所有人都知道这架飞机不是普通的轰炸机，而是美国手中那根和平之棒。从战略角度看，它有3个必杀优势：远程能从德州起飞，不借助任何盟国基地；高空能飞到15000米，超出多数防空炮射界；长航能巡航30小时以上，覆盖整个苏联。这意味着，哪怕核战争爆发，美军也有能力打到对方心脏，再飞回本土。这种可执行性就是冷战早期的核心威慑。当然，它的弱点同样明显。速度慢，体型大，机动性几乎为0，一旦喷气机拦截，几乎没有生还机会。但对于五角大楼来说， B-36 的目的从来不是参与战斗，而是让战争不敢发生。所以当它被命名为 Peacemaker 和平缔造者时，这个名字既讽刺也准确。它维持的和平不是通过交谈、协议或信任，而是通过让对手恐惧。那是冷战初期的铁律，让对方知道你能毁灭它才是真正的安全。 B-36 的存在让世界第一次意识到，核威慑不只是科技，更是一种政治语言。夜空中 B-36 像一座缓慢漂流的岛屿，从远处看它移动得不快，仿佛每一寸位移都带着历史的重量。这种慢是显而易见的短板，最大时速只有约700公里每小时，在喷气战机面前毫无速度优势。翼展巨大的机身根本谈不上空战机动性，而起降则像是在跟跑道谈条件，要求极长的距离。但正是这些看似致命的缺陷里，藏着它的独特价值。第一点，航程。 B-36 能从美国本土直飞苏联腹地再返航，不靠盟友基地，不靠空中加油。这意味着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动荡，美国仍握有一次可执行的报复能力。第二点，高度。它能爬到12000-3000米以上巡航。在那个年代，很多防空雷达和高炮的覆盖并不稳定，高空成了天然的缓冲区。速度慢可以补，以高度换生存时间。第三点，耐力。30小时的制空不是炫技，而是战略需求。连续巡航本身就是一种威慑，让对手知道并非一次偶然，而是长期存在的打击能力。换句话说， B-36 用航程加高度加耐力3项能力，把能飞到并带回来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。在没有洲际导弹的年代，这种可能性就是国家安全的底牌。当然，它的代价也是昂贵的，维护繁琐，发动机众多，机组负担惨烈，更别提在现代化防空面前几乎无解的脆弱性。但在战略上，某些东西比单次生存更重要，那就是存在本身。一架70米翼展的轰炸机慢慢掠过，比任何一份威胁声明都更能影响敌方决策者的夜晚。所以，尽管笨重且难养， B-36 在当时的时代仍被看作无可替代的战略资产。它并不是为了赢得下一场空战而造，而是为了让对方不敢轻易发动那场战争而造。B-36 的机舱里，时间总是变得缓慢。高空外的世界是银色的寂静，而舱内却像一台忽明的工厂。6台活塞发动机加4台喷气引擎同时运转，噪声震得人连自己的呼吸都听不清。这是一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耐力赛。执行一次远程任务，往往要在天上待上30个小时。机组成员要轮流值班、吃罐头、记录数据、校准导航。空气干燥，震动不断，有人甚至在氧气面罩下打瞌睡，然后被突然的颠簸惊醒。在那样的时代，没有现代自动化驾驶系统，也没有舒适的座舱控制，飞行员要每隔几分钟手动调整油门、平衡、姿态，导航员则在地图上用铅笔不断修正坐标，因为地磁误差会让飞机偏离数百公里。有人形容 B-36 的任务是漂流在平流层的孤独，
窗外是蓝得发白的天空，下面是冰封的北极圈，而无线电的杂音是他们唯一的陪伴。机械维护更是一种炼狱。B36的发动机有71个气缸，一旦其中一个出现问题，整架飞机的振动就会改变。地勤人员常常连续工作几个昼夜，只为了在下一次飞行前让10台引擎保持同步。机组也得随时监控油压、气温、燃料流速、引擎功率，任何微小异常都可能意味着返航，或者在冰冷高空里失去动力。B36的机舱大到离谱，内部通道能让人推一辆吉普车通过。机组可以在机翼中爬行去检修发动机，但那种自由活动并不是舒适，而是一种责任，因为每一次检查都可能决定整架飞机能否回家。尽管如此，仍有无数飞行员愿意驾驶这头庞然巨物，他们清楚这不只是一次飞行任务，而是在演练核威慑的极限。当他们回到地面时，脸上常常布满疲惫与机油痕迹，可在那一刻，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辛劳换来的不是一场胜利，而是一段没有爆发的战争。然而，当喷气轰炸机的时代降临，这头曾经支起和平的巨兽，又是如何被历史悄悄地送下舞台？时间进入1950年代中期，新的声音出现在天空中，那是一种比 B36 更尖锐、更迅疾的轰鸣，那是喷气发动机的声音。B47同温层喷气机横空出世，它速度更快，声线更高，体积更轻。紧接着 B52同温层堡垒登场，一举奠定了美国喷气轰炸机的标准模板。相较之下 ，B36显得庞大、笨重、老态，它的10台引擎像是在与时代赛跑，可再大的轰鸣也追不上科技的脚步。五角大楼明白，喷气时代已经来了 ，B36还能再飞几年，但它的命运已经注定。从战略主角退居为过渡角色，在最后的几年里，它被用作实验平台，测试早期空投核弹的姿态控制，验证空中通讯、雷达、航电设备，甚至为 B52的量产铺路。可以说 ，B36就像一位临时老师，教会了下一代喷气轰炸机什么叫洲际打击的真正逻辑。1955年，首批 B52正式服役，4年后 ，B36被宣布全面退役，它的机体被拆解、融化、回收，有的成为博物馆藏品，有的被制成民用铝材，也有的永远留在德州的烈日下，化成一堆无声的金属碎片。对冷战战略而言，它完成了使命。B36是一座桥梁，连接了活塞时代与喷气时代，也连接了2战的轰炸逻辑与核威慑的冷思维。它的存在让美国完成了一个历史级的转身，从打赢战争到防止战争。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和平缔造者这个名字背后的讽刺，一架从未参战的飞机却成为维持和平的象征。它叫和平缔造者，可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矛盾的。它从未在战场上投下一枚炸弹，却让世界在10年里不敢开第一枪。B36没有参与战争，但它每天都在进行另一种战争——心理战。对苏联而言，它是天空的威胁；对美国而言，它是政治的底牌。每一次巡航，每一次演习，都像是在告诫对方，我们随时有能力反击。在冷战早期，它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象征之鹰，只要它存在，核威慑链条就没有断。但从技术角度，它是尴尬的产物，既不完全属于螺旋桨时代，又赶不上喷气时代的速度。它是一个时代的中间态，庞大、昂贵，却不可或缺。有评论说 ，B36的存在是人类从工业战争向核战争过渡的注脚。这句话准确又冷峻。如今 B36的残骸被静静陈列在博物馆里，游客抬头仰望，能看到那双夸张的翅膀，像一扇冻结的时代之门，能听到导游轻声说，他从未打过仗，却改变了战争。对后来者来说，他留下的不只是技术，更是一种思维，用存在去威慑，用沉默去平衡。这种思维延续在 B52、B2、B21身上，也延续在冷战之后所有有核国家的心里。它让世界学会了一种新的和平，不是靠信任维系，而是靠恐惧维持。那是 B36留给历史最沉重的遗产。它叫和平缔造者，可它带来的和平并不是温柔的，它靠的是10台发动机的轰鸣、几吨核弹的阴影和整整一个时代的恐惧。它从未在战场上开过一枪，
却让战争不敢开第一枪。B36没有打赢过任何战争，但它赢得了时间，赢得了人类重新审视战争的那一刻。在他的身上写着冷战的第一个真相：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。这里是 High Weapon， 我是 Jason。如果你想要了解那个真正继承他使命的传奇 B52 同温层堡垒，一架飞了70年的战争机器，也是美国天空下最漫长的阴影，请回顾我们往期的视频。下期想看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下期再见。